本来是想给大家散读或者是解读，但是没想到我把我自己给读到了。欢迎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毛毛本。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富士的 XT3。XT 产品是富士在2014年就开始推出的产品线，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到第3代了。其实它的上一代 XT2 已经是完成度非常高的产品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吐槽 XH1 尼基节目里边就良心推荐过XT2。在富士密密麻麻的产品线里边，XH1、X Pro 2、XT3、XT20、X100F、XT100、XT2、XA5。这些产品里边 ，XT 产品它是面向于对摄影有一定追求的爱好者，或者是专业摄影师的备机。如果您是这部分的用户，我觉得这期节目对您一定会有帮助。在我这几天使用 XT3 的使用感受下来，最深的印象就是这台机器拍摄照片非常漂亮，而且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容易。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使用成本不高的系统。绝对不会让你觉得一入某门深似海，玩上单反穷3代的感觉。XT3 拍摄照片漂亮，尤其是色彩。那有人说了，那你说的不是废话吗？所有的相机设计不都是为了拍照片好看吗？但是这里我要强调，就是照片直出的色彩好看，而不是需要做后期处理。我相信使用过某品牌相机人拍人像一定有这个经历。当你这照片咔嚓完以后给模特看。人家是露出出于礼貌的微笑，脸上笑嘻嘻，心中慢卖逼。然后你还得解释，哎呀，你看到的屏幕是原图，我在后期处理之后一定会更好看。这就呵呵了。我知道你有技术，但是时间已经不会再给你机会了。哎，对了，那个拍摄人像重要的3要素是什么来着？我用过佳能、尼康、奥林巴斯、松下。对比这些机器，我觉得富士相机和佳能相机的色彩绝对属于第一阵营的。富士 XT3 的照片直出颜色好看、漂亮、通透。我觉得用过 XT3 以后，我已经不需要再用 RAW 格式拍摄了。至于色彩还原方面，主要是要看2个方面：第一，色彩还原要准确；第二呢，要有它自己独立的色彩风格。我们在用 XT3 做色彩还原测试的时候，专门去墨尔本的一个油画展。在油画展室内灯光环境下，我们拍照发现照片出来的色彩跟真正原作的色彩非常的接近。大家再看一下画面上这个金色的雕塑，金色其实是非常难准确还原的一个色彩，尤其在室内灯光下，要么是偏黄，要么是偏绿偏青。但是你看富士能够把金色还原成这样，的确让我信服。看来富士在色彩科学方面真的是有一手的。在对于色彩风格方面，富士因为是做胶片起家，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在后期做色彩处理的时候，视频处理无论是你套 LUT， 还是说拍平面照片做图片风格，不都是来追求那像胶片一样的效果吗？比如像你追柯达的 Portra， 或者是像追富士自己的 Provia， 还有包括像这种经典的高饱和的维尔维亚色彩，都是我们追求的一种色彩。所以说你现在用到了 XT3， 这就算是找到根儿了。XT3 的照片颜色好看，不光是反映了它在屏幕上无论是你传输到手机上看，还是在电脑屏幕上看，都是非常的通透、自然和诱人，适合这种不喜欢做后期、不会做后期或者不想做后期的用户。我觉得即便是职业摄影师，谁下了班以后也不想坐在电脑前一张一张处理自己的照片吧。XT3，大家不要被 XT3 强大的功能所吓到，其实它的操作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它是唯一一家除了徕卡以外，在不开机的状况下就可以调整好你的拍摄参数的厂商。它的光圈、快门速度、感光度和曝光补偿4大功能触手可及。比如说这个光圈，在镜头上往这边拧是收小，往这边是开大，拧到头是自动。它不像其他的相机，你的光圈调整钮是在前指波轮还是后拇指波轮？正是顺时针调整是放大还是顺时针调整是缩小？你且得适应一阵。
那比如像它的这个曝光补偿按钮是完完全全物理直观的这个波轮在方面，非常容易。而且这相机后边带触摸屏、小摇杆，然后机顶和前面还有自定义按钮，非常适合于这种喜欢快拍的人。比如像我，X-T3让我中毒，有一半是因为它的操控实在是超级爽。在这里呢，还必须要说一下富士的镜头。富士龙的镜头多数定焦都是小巧体积，而且光学质量非常好。比如我们现在用的35毫米 f2 这支镜头，即使你光圈全开，它中心的锐度和边缘的锐度都是非常的锐利通透的。现在想想，这个机器虽然没有机身防抖，但是你可以用最大光圈拍摄，然后感光度放上3200，可以应付大多数暗光环境。所以防抖这个事儿，不想也就不会疼了。X-T3机身不错，那也要配好的镜头。那富士龙这套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稳定，半画幅的系统，整个论性价比和可玩性都还不错。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你买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肉疼。常见的一些定焦，比如像18毫米、23毫米、35毫米，大概500-600块钱就可以搞定。即使你买那种比较好的定焦，比如像16毫米1.4、23毫米1.4，还有像56毫米1.2这种镜头，也大概是1000出头就可以搞定。在这里面呢，我想给大家一个配镜头的建议啊，就是配镜头它不是说凑七龙珠，从焦距最广角到长焦就凑齐了。我的建议是买自己用得上或是最常用的焦距段。首先18到55这支套机的镜头，我是强烈建议使用的。首先，它覆盖了你最常用的拍摄焦距段，而且广角端还有2.8的大光圈。那接下来呢，就看根据你拍摄的风格来选镜头了。比如你偏重人像拍摄，那可以选35 1.4，或者是50 f2 或1.4，或是56毫米1.2。如果你要是偏生活记录类的照片呢，人文类的，你可以选择它的23和35这两个焦距段。至于光圈 f2 和1.4呢，根据自己的购买的实力来选择，画质都是很好的镜头。那如果你要是偏风光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买10到24那只广角，或者是那只16毫米1.4。当然了，我这边还有一个特殊推荐的是老蛙的9毫米2.8，国产骄傲，绝对的良心头。画质杠杠的没话说，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广角畸变。最重要一点的，它只有12厘米的微距的功能，非常好玩的一支头。色彩呢，不光可以应用在平面照片上，更是可以应用在视频上。这次X-T3最大的一个升级就是视频的升级。如果你要是看一下它的参数的话，绝对爆表。它可以记录4K 60P 10比特420 HEVC 的文件。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这一台小机器完全可以达到完整的4K 制作的流程。给大家说一个比方嘛，就是说玩过主观第一人称视角游戏的人都知道，30帧的画面也只能是说将能够玩。如果你想达到流畅画面的话，必须达到60P。拍摄视频也一样，如果你只是拍静态的画面的话，30帧是够用的。但是如果要高速运动物体流畅的画面，必须要60帧，而且60帧你后面背景干净的话，还可以通过差值做一些慢动作。这个对于真正的4K 视频的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在拍摄4K 60帧的时候，只能是记录 Long GOP 编码的这种帧间压缩，而不是说真的压缩。你要想拍摄真的压缩的话，必须要把画质下降到4K 30P。大家要想了解一下帧间压缩和帧内压缩之间的区别的话，可以看一下影视飓风关于帧间帧内压缩参数这个设定，他们讲的非常的透彻。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吐槽过 X-H1 没有用户自定义预设，对吧？那现在 X-T3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逻辑，也没有用户自定义预设。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又是一个升格狂人，所以需要在4K 和1080P 之间频繁切换，所以操作起来稍微有点不便，不得不说有点遗憾。这对于职业的视频制作者来说呢，稍稍有一点不方便。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机器依然没有专门的视频录制键，我要通过快门来进行开始和结束录像。但是呢，这个快门终于改回到了之前的这种机械的手感，非常的舒服。那我们可以跟之前的 X-H1碰就大的快门说再见了。X-T3如果
HDMI 接口外机 Atomos 路基的话，可以让画质上升到10比特422，然后4K 60的这个画面，这让画质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在富士的固件消息里边说，11月份放出的固件可以支持 HLG 模式，这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如果配合 Atomos Ninja V 这款5英寸便携的路基的话，我相信在制作这种 Vlog 和短片的时候是更好的一个体验。新的 XT3 使用了全系统的这个对焦的系统，整个的屏幕里边完全覆盖相位对焦，不论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不论是单张还是追踪，都是绝不含糊，非常的舒服。而且看见没有，双卡槽。只有在专业机上才有的双卡槽的设计。另外呢，它的 USB-C 口可以进行充电的操作。在这点来说，XT3绝对是职业摄影师的良心之作。在我们之前做过一期 XH1的节目上，吐槽了很多 XH1的缺点，让很多人感到不爽。但是我们做评测的意义，不就是说让厂商听到这些意见来做改进吗？你看看现在耳机插口是不是做回来了？是不是现在的快门手感也做回来了？我们做的评测的意义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如果您现在想选择一套简单的杰夫系统，我觉得 XT3 或者说富士系统完全是一个好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富士和 XT3 现在有多完美，而是你纵观整个杰夫相机系统，发现没有一个能打的。咱掰手指数一下啊，佳能的 M 卡口它就没打算好好开发。你看啊，这么多年了，抠抠缩缩就开发出那么几只镜头，而且没有一只镜头拿得出手的。尼康呢就不用说了，一系统完全壮士断臂，不错了。奥林巴斯、松下这老两口，曾经海誓山盟一起做 Michael Four 4系统，上个月松下跟人跑了，去抱徕卡的大腿，仨人一起去做全画幅马拉松系统，留下这个奥林巴斯一个人独守空房。开玩笑啊，我也是奥林巴斯的用户。奥林巴斯这套相机其实从它的体验、专业性，还有它的镜头素质来讲，都是没得说，非常好。但是奥林巴斯的色彩跟富士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如果你懂后期没问题，但如果你想直出的话，还是选富士吧。再说现在风头正劲的索尼现在是一心一意卖全画幅挣钱，它的心思也没在杰夫系统上。你看它的杰夫相机，要么特贵，要么特老。Alpha 6000，2014年跟 iPhone 5S 一样的年代的产品，现在还在货架上卖的，你好意思吗？对不对？所以你再看它索尼的杰夫系统里边，也没有特别好的拿得出手的镜头。基本上你买了索尼杰夫系统，没过多久必须得升级到全幅，这就是一笔钱。所以富士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踏踏实实给客户研发好相机的一个厂商，而且它有一个传统，就是不停的给老的相机来固件升级，提供性能。比如像刚刚升级过部件的这个 XT2，它的性能其实几乎都快直逼它的旗舰 XH1了。而且它还有全套的镜头的系统。所以说呢，如果您是一个寻求简单轻便操作的相机的用户，如果您是专业用户，找一个随身携带但是质量又好的相机，或者说您是旅游的用户，想找一套轻量化的系统，富士都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您对我们本期的节目有任何想法评论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们留言。感谢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光本，咱们下期再见。